啊，两位，你们说啥邪门事儿啊？我也想听听，说说呗。昨天，刑场有个叫李三的被斩首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听说了。他呀，昨天夜里来索命了。对呀，这也太吓人了。这件事儿啊，都传遍了。那个砍李三头的王大柱死在刑场了，邪门吧？刽子手死了？可不是吗？都说是李三回来报仇了。哎，我还听说有人昨夜看见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不由得你不信呐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这鬼魂之事啊，不可信，不可信啊！你不信？那王大柱的尸体还在刑场躺着呢，你要不信就去看看吧。哎，你的饼。老大，老大，有消息，有消息啊！想先听好的还是先听坏的？好消息。柳安坊新开了一家蒸饼店，我排了一上午，终于让我抢到了。怎么没反应？我一口都没舍得吃啊！你不是吃过了吗？哪儿看见的？葱。那坏消息呢？我在买饼的时候啊，听见有人说，昨天被斩首的那个李三儿夜里回来索命来了。被索命的那个刽子手啊，现在还在刑场躺着呢。哎，老大，还没吃呢，还没吃。哎，不是，今天中午加道菜啊，蒸饼，限量。四娘，给我留一块啊！你说你昨天真的看到李三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也不信。让一下。这是谁家的闺女？这种地方也敢乱闯？不怕关，难道不怕危险？仵作长得这么好看，还真是可惜啊。官人，什么？那尸体阴气太重，一个弱女子不宜太过接近。哼，那可不是弱女子。死者是被李三索了性命，尸体上很有可能沾着阴气，靠得太近，容易被恶灵缠身。一派胡言！一派胡言！你一派胡言！昨夜，小的正打算睡下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窗外有响动。小的原本也不信这些神鬼之事，若不是昨夜亲眼见到李三在大街上游荡，有谁能相信把头缝上还能复活呀？站好了。死因已经很清楚了，尸体面目青紫，舌尖突出，而且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。勒痕？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哎，结果，哎呀，果真是大柱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这是大柱之妻呀！我们都是大柱的邻居，都是老街坊。我们听说他出了事儿，就都赶过来了。你把他先送回去吧。啊，好。走，闲杂人等，不宜再自救。都散了吧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都散了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压轴表演啦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全长安独一份啦！哎，最近这事儿真挺多的，够累的。大家辛苦了啊！哎，来，找了咱好久，犒劳大家。来，光闻这香味我就已经醉了。行，来，行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哪儿来的这坛好酒啊？你们可别多想啊，就这一坛，多了没有？是，还不多喝点，快点，来，多喝点，别说了啊！干！哎呦，真不错啊，这好酒。
哎呀，忽觉阵阵妖风袭来，这乎……官爷，您这事业线很清晰啊。3坛，案子破了，酒就归你。4坛。他真的死了。你可有听过最近的传言？坊间传闻甚多，不知大人指的是哪一件？有人看见你亡夫昨天夜里在大街上走着，头是接回去的，还锁了那王大柱的命。贱妾有一事相求。再说。这事埋在我心中已久，可又不知道上哪儿说理去。实不相瞒，我家李郎是含冤而死啊！不知各位官人可曾听闻过沉香酒铺？知道。在附近小有名气，酒香而且便宜。真的？哪儿的？对不住各位官人，贱妾不能见血。还不把血擦了？说到这沉香酒铺，正是我家官人多年来的心血。这酒铺名声出去了，却招来了大祸。1、2、3，开炉喽！哎呀，我来尝尝，闻真香啊！我来尝尝。好了，这是好酒啊！这两搬过来。确实不错。哎，走，这给我。慢点啊。还有菜，咱们一起。来把这坛灌满。咱们家酒啊，卖得可好了。新酒出炉喽！我来一坛，别洗，每个都有，来好了，别洗了。来，就指着你家这酒了。好，给您。特别香啊！请问这家酒铺的主人在吗？酒已售罄，不知公子找我何事啊？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三喽？小的不敢当。有客人来了，上茶。这就来。久闻沉香铺的大名啊，今天总算是眼见为实。区区小店，不值一提。我也开了一家酒楼，叫摘月楼。好名字啊！不知你是否愿意和我做个交易？公子请说。据说沉香酒楼有一张祖传的方子，只要你肯把方子交给我，我愿意奉上丝绢100匹，锦20匹。你先出去。好。公子还是另寻高明吧。小的一个破方子，不值得公子100匹丝绢。你是不是再多考虑几日？不用了，方子是不会卖的。公子也知道，这方子是世代相传。我若是将这方子转让给外姓人家，岂不是要被老祖宗责骂？哼，好，不卖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闪开！闪开！发生什么？干什么呀这？开走！怎么还抓人？干什么呀？还卖什么呀？有人喝了这铺子里的酒，死了！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走！冤枉啊！根本不可能！冤枉！是我们经常三郎！我看这里李郎被打入大牢，酒铺也被查封了。现在人没了，
铺子也垮了。那沉香酒铺的酒，可还有剩余啊？都在我家酒窖里。现在我家中还有几坛，正好。能不能拿过来？你想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既然有好酒，不喝白不喝嘛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长安城流行的口脂，这是用朱砂、蜜蜡炼煮进色，加入香料后冷凝而成的。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哇，真的是特别的俊俏哎！是吧？官人请看。闻上去倒是好酒，不过是不是真的好酒？能喝上一杯就更好了。哎，这酒可喝死过人。你可认识花三弟啊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会杀害王大柱？官人何出此言？我一妇道人家，怎会行杀人之事？人当然不是你杀的，而是你指使花三弟去杀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花三弟今日早晨端了一坛好酒，我一闻的味道便知是你们家的酒，而且花三弟这人沾酒必醉，3杯下肚就什么都说了。难道你还不承认花三弟的酒是你送给他的吗？贱妾不应该骗官人，这酒的确是我赠予花三弟的，可是我从未指使他去杀害王大柱。这王大柱与我无冤无仇的，我怎么会？王大柱可是杀了你夫君的。如果我推测的没错的话，那日在街上出现的李三，也正是你让花三弟假扮的吧？你不甘心你的丈夫含冤而死，为了引起人们的议论，所以你就制造了死人复活的假象，好让官府重新介入调查。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？官人说的句句属实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。可这王大柱的死与我并无关系，望官人明察，望官人明察啊！回来啦，萨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有点事要问你。问吧，只要我知道。今天你给我们喝的酒哪儿来的？朋友送的。啊，什么朋友送的？有门路能搞的好酒，介绍我认识一下。这……难道你那位朋友是个女的，还是个有夫之妇？我算一下，这女的她丈夫姓李，对不对？你又知道了。这是我从你枕头底下发现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你知道，我一看到好酒我就把王大柱给杀了啊！你冤枉我，我没杀人，我怎么敢杀人呢？那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李七前几日看到我，她让我帮她个忙。她说她丈夫是含冤而死，希望我假扮成鬼，晚上去捉弄王大柱一番。我一想这事儿吧，要他真的是含冤而死，我就帮他一把，再不济，我赚一坛好酒不是？你昨晚可曾见到王大柱？还真见着了。昨天临近宵禁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给扮上了。这路上连只野狗都没有，有个人影晃晃悠悠的。我一看，王大柱，这一看就是刚从酒馆出来，醉醺醺的。我只是想着捉弄他一番。可他一看到我，眼珠子都这么大，噌一下转身就跑了。我看他撞进了一户人家，我怕把事情闹大呀，就赶紧回家了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你不信，你可以问王二他们，我可再没出来。
好吧，那这东西我先替你保管了。哎，你在李三家又信口开河？哪有？没有证据，我也不会轻易下定论。那证据在哪儿？在脸上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啊？不说清楚不许吃。来，拿筷子。你可还记得今日在李三家发现的口汁？这口汁是近日才在长安城里流行起来的。每次只需用指尖轻轻抹一层涂于唇上，便可让女子看起来娇艳动人。子苏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吃饭瞎折腾什么呢？干嘛？斗鸡啊？我们就先不说鸡，还是说说李七的那盒口汁吧。那口汁，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啊，那口汁看起来刚起封不久，但是其中的口汁却已消耗大半，绝不是每天正常取用的量。哎，还有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刚进李家的时候，李七看到三炮流鼻血，就马上挡住视线，说自己不能见血。所以我推测，李七便是用这口汁代替血，在花三弟的脖子上画出血痕，然后再用绳子装饰。好，我今天在三弟家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上面沾着口汁。神皮面具！别怕！来，子苏，子苏。这么说，杀害王大柱的凶手是他？我看并非如此。双叶，尸体上有什么异常？我昨天仔细地检查了王大柱的尸体，上面的确是有一些……行了，吃饭的时候别说这些。吃饭。吃饭。吃饭了，吃了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死者的衣服上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干透的小泥点，集中分布在后背、胳膊内侧和大腿后侧这3个地方。王大柱被发现时就是躺在地上的，是否是那时候沾上了地面的泥土？长安这段时间，你见着异地狱了？你的意思是，尸体被移动过？不好了！王大柱的妻子死在了家中。就死了！外婆都说死就死了。是啊，怎么突然就来奇怪了？完了，这现状，这真是怪事！家族完了。是，你看看，怎么这么对？哎呀，快进来！快！官人，死者是砒霜中毒而死。怎么回事？官人，王七一直卧病在床，这刚刚醒过来，就说要喝水，结果喝了没2口，这
这人就没了。这双叶，验一验这些茶具。刚才他用的可是这个杯子。正是。这茶壶里面的水没有问题，但是这杯子里面有砒霜。啊！这刚刚是谁给他端的水？是他，赵丁。是他，不是官人，是我给王嫂端的水，可是我没下毒啊，官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的手上也有砒霜。啊！官人，我冤枉啊！我不知道我怎么手上会有砒霜，我不知道啊。就是他。我经常看到他调戏王嫂，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就是他，我也看到了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调戏王嫂不成，怀恨在心，才下了毒手。我是调戏了王嫂，但是我没下毒。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？真的不是啊，官人，真的不是啊，真的不是啊！啊！真没想到，赵丁是这样的人，没想到，这太坏了，是这样的人。就怕这种。这位大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我是看到你脖子上这个吊坠十分特别，忍不住多看两眼。啊，这是一朋友抵债给我的，珊瑚而已。啊，是，告辞。赵丁，走吧。哎，什么情况这是啊？收摊了。收摊了啊！凶犯抓住了。可以啊，三胖，我就晚来一会儿，凶犯都抓到了。嗯，怎么死的？砒霜中毒，凶手把砒霜涂在了手上，趁着给王七端水，把砒霜溶进了水里。我冤枉的，我不知道砒霜怎么会在我手上。还在狡辩，带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能不能让我跟他聊会儿？哎，我说，我们这凶手都抓住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聊的呀？三胖，你们俩留下。是。我们先回去整理案宗。哎我，官人，我冤枉的，那砒霜不是我下的毒，不是我下的毒。坐。官人，让你坐你就坐。啊。刚刚有几个人？刚刚好多人啊！我是问你屋里有几个人？屋里边有刘芳、我、青姐和沈家小妹，还有老吴，5个人。那你说说，王琦死前都发生了什么？越详细越好。王嫂说想要喝水，我就去端水。我看到老吴在不停地擦着一个杯子。他见我走过来，就把杯子递给我了。就是这样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端着水走到床边，我走得比较急，绊了一下，还是刘芳扶了我一把。你说的这2个人，他们也住这附近？对，都是街坊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哎，这位公子，你大叔，我赶了挺远的路，方不方便请我讨杯水喝？哎呦，当然可以了。这鬼天气啊，又闷又热的，到屋里吧。哎，里边请。
麻烦了，大叔。哎，没关系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你可有听到什么动静啊？啊，昨天晚上好像是听到了些声响。哎，他老朽实在是太困了，就不曾起来查看。哎，喝水。哎呀，我这年纪大了，睡得早，只要一睡下就懒得起来。嘿，哎，大柱家发生的事儿啊，真是太邪门了。大叔啊，请问刘芳住在哪边啊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你这个院子还有个池塘啊，多雅致啊！官人见笑了，不过是地基下沉，下雨积水而成的烂泥塘，我这随便砌了砌，养点鱼什么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王大柱事发当晚，你在哪里啊？那晚我贪多了几杯，很早就睡了。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哎呀，我这喝多了，睡得沉，没听到什么动静。官人，这案子不都结了吗？难道有什么变故？哎呀，能有什么变故？我呢就顺便来讨碗水喝，然后呢随便问两句啊。走了，哎，别送了啊。哎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您吃好了。哎，慢走啊，客官。哎，里边请两位。王大柱跟王七的案宗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只不过还是有些可疑之处。知道了。凶手抓到了吗？萨摩跟他耗着呢。哎呀，我们老大因为这个破案子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。跟我走。给你们老大准备点好吃的。赶紧的。我能吃吗？当然了。这案子现在还不能结。那你倒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不能结？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。王嫂，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！你走开！你走啊！走开！你走开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说华三弟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练的时候好好的，关键时候掉链子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之前练得好好的，谁知道这儿有个坑啊？什么坑？什么坑？什么坑啊？你什么眼神啊你？哎，你不要怪我了好不好？反正他都已经承认了，目的不就已经达到了吗？真是的，真是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，你要是不摔倒，他就会多说一点，省得我再多费口舌了吗？萨摩，别玩了。你不是说案子已经结了吗？是，案子是结了，现在正式结案。我实在想不清楚，我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是怎么开始怀疑我的？王七被杀当日，我来到王大柱家与你相遇，发现你盯着我的吊坠，两眼放光，说话时缩着身体，畏手畏脚，让我开始怀疑你是一个行窃多年的惯犯。没错，在这长安城中，我纵横了20年，从没失过手。可是，这与王大柱的死有何关联？
这刘芳与王大柱又无仇怨，他们的确没有仇怨，只是因为王大柱发现了你的秘密，你才想要杀人灭口吧？你把贼赃藏在自家的水塘里，这样即使你行窃的事实败露，捕吏也很难找到证据。我注意到你家的池塘，这塘中之水久不流动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死水，这会生成一种特有的腐败腥糟之气。我在王大柱的尸体上也闻到了这样的味道。再加上花三弟说，王大柱目睹李三缝头复活，在极度恐惧之下撞进一户人家。你家的门便很新，应该是撞断之后新换，证明王大柱当晚撞入的就是你家，因受了惊吓，精神恍惚，失足跌落水塘。你怕你的小秘密从此败露，恶从胆边生，将王大柱活活勒死。之后，你想到王大柱是刽子手，所以你就用推车将王大柱拉去刑场抛尸，想造成冤魂所用的假象，然后回家清洗掉推车上的泥污痕迹。你自以为谨慎，反而弄巧成拙。我发现你的指甲久未修剪，里面还藏有黑垢，头发整齐但却油腻，说明你不修边幅。那么在你凌乱的生活环境里，却摆放着一辆如此干净的小推车，实在是太奇怪了吧？那天给你的那碗水太贵了。没错，他自己不长眼睛，看见了我在水塘里藏东西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活着？可是王琦是一个弱女子，你为什么还要残忍地杀害她？你的确是挺聪明的，差点就被你摆脱了嫌疑。你想把嫌疑全部推到邻居赵丁身上，因为他才是那个把水端给死者的人。但是很奇怪，如果赵丁真是凶手的话，那为什么在事发之后不立刻洗掉手上的证据，反倒等着被发现？所以，我就将凶手锁定在老吴，还有你身上。老吴在别人家里莫名其妙地擦起杯子来，很是奇怪。可后来我去了老吴家一趟，便豁然开朗。老吴应该是一个有轻微洁癖的人，所以他才会把家里的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，擦拭杯子也就顺理成章。那么凶手只能是你。事发当日，你首先在手上抹上砒霜沫，然后故意绊了端水的赵丁，又假装好心将他扶住。你是个窃贼，手脚本来比普通人都快，你就趁机将砒霜抹在了赵丁的手上和杯子里。你自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环环相扣，可在我看来，只会让你的嫌疑越来越大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杀害王琦了吧？那是他自己找死。她丈夫死的当日，我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我就跟几个邻居陪她去刑场。我特意把沾满泥污的鞋换掉，可她看到我以后夸我鞋干净。哼，这事儿吓得我眼皮跳了好几天。回来我就想，她必须得死，她死了我才心安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既然你已经认罪，那就跟我们走吧。带走。兄弟们，拿下！想什么呢？伽罗圣殿，为勇者居之；圣火清凉，为勇者御之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看这玉佩，棒！难道这刘芳跟嘉兰还有关系？
崔尚书，你是说就这个首饰盒杀了他们3个人？对，我亲眼看见，就这些首饰一下飞出来，把他们仨给杀了。这个首饰盒能飞出首饰？哦，别瞎动啊！这就有鬼！这首饰盒被怨灵附体了。哪来的怨灵？8成被设了机关了吧？手感倒是很轻，构造也简单，竟能飞出首饰来，难道说真有鬼？能飞出首饰？啊！小三！行，下来。哼，这死因差不多清楚了。赵大夫死于窒息，侍郎和秀才死于失血过多。至于他们的致命伤嘛，就如我们看到的这样。那还剩下这一个簪子，这个簪子肯定是来炸我的呀！少说也是咸安年间的物件啊。崔尚书，你对这首饰盒来历清楚吗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去买它？又为什么要去11轩买它？一概不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问了。既然你那么害怕，那这个金钗呢？还有这个首饰盒，我都替你保管。萨摩多罗，快让他拿走！快让他拿走啊！拿走了，别害怕了。回禀李少卿，这首饰盒的来历，小人真的不知。小店就是卖些寻常谷物养家糊口啊。我只不过告诉崔尚书，那是咸安年间的谷物。这套说辞，哪个古玩商不会呀？其他的，我真的一概不知啊。这东西上家是谁？小人该死，店里的杂货太多，年头较乱，实在不能一一记清啊。15晚上，虚实你在哪里？我整晚在店里盘货。谁能证明？当时天晚了，店里的伙计们回去了。虽然没人证明，可我真的是在盘货。黄老板，别欺负我们没做过生意。哪家店会在月中盘货的？带走。是官人，冤枉啊！官人，冤枉啊！官人，您怎么能让别人把金钗拿走呢？别提那玩意儿了，什么怨灵啊，什么冤魂呀？哼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跟几位姐姐有约，您忘了，您答应过的。站住！惯得你无法无天了，还要我怎么答应你啊？你那破首饰盒差点要了老子的命啊！你现在居然还有心思去游玩？你心里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呀？怨灵冲撞了你，你不能怪在我身上啊！你个小贱货，你眼里没有我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掏心掏肺的，不是为了让一个女人来欺骗我。你别做得太过，否则我杀了你！崔夫人，昨夜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他就睡在你身边，你就没有听到崔尚书挣扎吗？崔尚书晚饭吃的什么？哪里轮到我知道？他是在楚海西屋里吃的。你说的是崔尚书的爱妾吧？她不是人，是妖。崔郎自从娶了她，就再没个正经样子，一个黄毛丫头，
把堂堂刑部尚书迷成了失心疯。我不相信世上竟然会有这种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把楚海西带来问话。昨晚亥时，你在哪儿？我和几位姐姐整晚在一起，一直到子时，他们大家都可以作证。你们中途就没打个小盹儿？你们问的别人不都已经回答过了吗？首饰盒是崔尚书买给我的，因为我爱好玩古。昨晚崔尚书是和我吵了架，因为他最近心绪不宁，你们也都看到了。还想知道什么？大元被杀，人心惶惶，已经开始有人议论大唐的气运了。哎呀，这民间也是流言四起啊！死了一个御史大夫，一个刑部侍郎，一个刑部尚书，和他府里的幕僚，阵容也太豪华了。萨摩，别玩了，聊点正事行吗？奇怪，我明明看到那个金钗被锁在这个盒子里，怎么又回到那个崔尚书的脑门上呢？给我看看。没错，是东晋的古物，肯定没有调包。你们还记得崔尚书说他在十一轩遇到的那个道士吗？活跃一下气氛。好，我来查。那好吧，我和紫苏去梳理一下那4个死者的背景。这个归你管。崔尚书的会客室里面好像有一种气味。什么气味？就是那种，我隐约能感觉到，但是吧，我嗅觉在五感里面，是离记忆最近的感官。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还原出来？松针的味道。松针。崔尚书刚刚出殡，你就急着跟别人私奔跑路，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？崔尚书一直让他的心腹王仁暗中调查你，他知道你在外面有个情人。崔尚书因爱生恨，曾对你起过杀心，也曾当面威胁过你，可有此事？你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？啊？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你的说法。你对崔尚书什么感觉？说实话，厌恶。我是被他抢来的，那也算不上什么仇恨。
毕竟他对我很好，他只是个寂寞的老人罢了。继续啊。我爹是个法师，专管招魂的。本来觉得我悟性不错，想让我继承衣钵，可崔尚书看上了我。嫁进府中之后，我的确一直盘算着逃走，出去做个云游的女道士，继续钻研法术。你们以为我就想换个夫君，也太小瞧我了吧？既然你精通古物的话，那么你一定清楚那个首饰盒的来历。我只知道那套首饰盒的历任主人都死于非命，曾经还有个小户人家被灭门。但我就是喜欢邪气的东西，所以才撺掇崔尚书去买的。这事儿沧海阁的贾掌柜也知道，不妨去问。你知不知道怎么把东西做旧啊？就是那种从古墓里刨出来的旧。比如说呢，这对耳环。你要干什么？宋然。我倒是有一个差不多的耳环，是梁朝的墓葬品。那你方不方便把它卖给我，算我便宜点嘛？贾老板，贾老板，哟，贾老板，麻烦你给鉴个宝。咸安年间的楠木盒。不是，你可瞅准了？不相信你来干嘛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是逸轩花钱买的吧？哟，你连这都知道啊，贾老板，那你就给说说啊。当初我跟石宜轩的冯玉还争抢过这个首饰盒。哦，我非常清楚，但这是个秘密，我不能轻易的说出去。啊，贾老板，来，还望您赐教啊。哎呀，您这是？一定是最近的案子。大理寺有什么进展吗？有啊。你就这么放楚海熙回去？你能确定和他没有干系？确定啊，没有证据，怎么能随便扣人？老大，首饰盒我已经鉴定过了，确定没有问题。但是我发现沧海阁的贾掌柜有点不太对劲儿，说话遮遮掩掩，神色可疑，多问两句就往后缩。这几天你盯着他。好。哎，子硕，这个崔尚书、赵御史还有李侍郎，他们当中有谁以前审理过什么灭门案吗？如果他们是共同审理的呢？在10年前，他们是有机会共同办案的。10年前，崔尚书是大理寺卿，赵大夫是刑部侍郎，而李侍郎是御史中丞。他们只有那1年时间，崔尚书很快就调任刑部了。所以在那1年里，如果有3、4会审的案件，就是他们3人共同负责的。灭门案还真有一桩。我记得是在洛阳，案子本身倒没什么，奇就奇在凶手被判死刑之后逃狱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伏法。李少卿，今天一大早我就发现有人在这儿写了这么多诅咒崔尚书的话，也不知崔尚书生前
得罪谁了？老大，在细小的廊檐上也发现了脚印，而且地上还有几滴红色的颜料。只有廊檐上有脚印，造事者进院之后，多半是脚不沾地。脚不沾地还能拎着颜料在墙上题字儿，这人轻功不比我差呀。详细核实过了，那是一起劫财灭门案，被害人洛阳张氏是个小商户，案件当时由崔尚书、赵御史、李侍郎共同审理。凶手叫黄淼，洛阳当地人，曾经是统军府的一名旅帅，被逮捕后逃狱至今。黄淼是个武艺高强的人，尤其擅长轻功，他的目标是崔府。这就是黄淼。对，能够躲上10年，想必自有一套生存之道。你帮我到江湖上打听一下吧。我试试。崔尚书人怎么样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总觉得一个真的犯过罪的人，是没胆逃避监狱的。谢谢。帮我多加点这个。清汤葫芦，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。哦，拿好了。哎，你怎么插队呀？没插队啊，我原来就站这儿啊。哎呀，我刚才就上了茅房，你没看见。大哥大姐，行行好，伤口吃了吧？走开，走开，再给我来一份。啊？啊？慢走啊！哎，这个位置是我的啊。下来啊！胆子不小啊，连我都敢偷，还往我这袋子里撒了把沙子。你这练的哪一路啊？无影手？来来来来来，我见识见识，你还说了些什么？我看。哎呀，你知道这玉佩是谁的吗？啊，到时候抓起来判你个终身苦役。行行行，我做个好人，我也知道这玉佩是谁的。你以为我诈你啊？我问你，这玉佩是不是从庆祥街11轩冯老板身上偷的？是。哪天偷的啊？我记得是月亮特别圆的那个晚上。15晚戌时，你在哪里？小人在店里盘货。据目击者称，15晚上案发之时，你确实是在盘货。你可以走了。和你身上的是一对吧？还给你。谢谢李少卿，感激不尽呐。找到了。我回来了。有位姑娘给你送来个包裹。客官，你慢走啊！啊。喝酒。他说多吃点。你知道是谁送的？来，我给你晚上。喝酒。
晚上。酒量真好。来，晚上。楚海西。贾谊，崔尚书收受贾谊贿赂的单据。三毛，我打听到了，那个神秘道士是贾谊安排人去十一轩砸场子的。沧海阁和十一轩这两家古玩店势同水火，好多老顾客都知道，他们一言不合就互相拆台。这贾谊呀，还经常找人去十一轩下搅和。来，你再看看这个。贾老板，贾老板，哟，贾老板，麻烦你给鉴个宝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啊？凭你已经坐实的罪名，偷掘前朝墓葬。眼熟吗？这是这3年来你向崔尚书行贿的记录。三炮之前来店里，曾经撞见你在烧收据。我推测，崔尚书掌握着你发家的证据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勒索你。可是你没想到，他自己那里还留着一份收据的明细吧？姓崔的，狗官！一拳谋私，两面三刀，这种人死有余辜。嫌犯贾谊，你涉嫌杀害4位朝廷要员以及崔府幕僚柳秀才，跟我回去受审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说我杀人，有什么证据吗？我会找到。这么说没证据？啊？这帮蠢货！哎，我就不……哎，这个仿品，一模一样的。怎么样？我的手艺还不错吧？你们看看啊，甭琢磨，我的玩意儿看不出什么区别。外行，多明显呐！真品和赝品一摸就摸出来了。蒙你们这帮外行太简单了。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萨摩兄，冯掌柜，一直想来你店里瞧瞧，最近生意可好？托您的福，还过得去。哦，这都得多谢您救我出来。在下备了份薄礼，一直想给您送去。今年巧了，来，太客气了你，都自己人，送礼就见外了。哎，冯老板，你这地方很雅致啊。请坐。哎，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，您这熏的是千年沉香。哦，感谢萨摩兄上次出手相助，一份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哎，我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？萨摩兄太客气喽。话说回来，真凶虽然还在逍遥法外，但很快就会落网。您费心了，萨摩兄。您不想打开看看吗？冯老板，你这香是假货吧？这千年沉香，怎么会有一股松针的味道呢？松针的气味。萨摩兄，萨摩兄。
住手！冯长藏得很深呢。把他同伙王仁也一并抓了吧。王忠诚，案发时赵御史他们打开的并不是你手中这个真首饰盒，而是一个高仿的赝品。赝品？没错。凶手在那个赝品盒子里安上特制的弹簧装置，发射首饰。但仅仅弹出几件首饰，是不能真正杀人的呀。3位死者的死状，怎么解释？其实凶手是玩了一个时间差来误导我们。大家一直想不明白，首饰飞出之后是怎么立即导致3位死者被勒死、被割腕和切断手指的。其实事实就是，崔尚书看见首饰飞出之后惊呼，和家丁们听到声音之后赶来，2件事情不是连续发生的。崔尚书没有意识到自己昏迷了一段时间，而所有的杀人和布置现场都是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之内完成的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呢？那就要依靠一种特殊的迷香了。对，没错，西域有一种名叫秋罗草的植物，具有致幻的作用，而用它提炼的迷香有近似松针的气味。人被熏过之后，并不会出现先兆，但这时如果心跳突然加速，就会中毒昏迷。但这样的昏迷程度是很浅的，可以通过大力拍打、摇晃把其唤醒。正是因为程度浅，也就不会造成大脑昏沉、记忆空白，所以人醒来时不太能意识到记忆的断层。如果再在昏迷前后制造出2个紧密衔接的景象，来强化这个人的记忆的话，他就会认为这2件事情是连续发生的。崔尚书昏迷前看见首饰飞出的异象，醒来后又看见3人被首饰所杀的死状，便形成了首饰杀人的连续性记忆。双眼帮我体验了一下，被这种迷香放倒时，眼前会出现亮光，而这种现象让崔尚书误以为是首饰盒里射出的强光。这是我们逮捕冯玉的时候11轩雅间里的香炉，里面就有秋罗草迷香的粉末。第1起案件，房中事先点上了迷香，王仁适时进入，将崔尚书引到事先打了蜡的地板处。崔尚书和3个死者都因为看见首饰飞出而受到惊吓，陷入昏迷。此时躲在窗外的凶手就进来，将3人杀死，再布置成首饰杀人的假象。此时王仁在招呼家丁们冲进来，摇醒地上的崔尚书，使他形成假记忆。那么崔尚书的死呢？首饰盒是被你带走的，金钗就装在里面，怎么不翼而飞的呢？调包。哦。第2起案件是王仁做的，他们手里有2个精心仿制的假首饰盒，一个装有机关，用来吓唬崔尚书，肯定已经被处理掉了。第2个没有机关，里外都和真品完全一样，用来迷惑我。我勘察现场时，桌上放的正是第2个赝品，所以我当时拿走的正是装有金钗的假首饰盒，趁我不备时被调包成了空的真盒子。到底是怎么调的包？这么大的盒子，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吗？把人带上来吧。各位，这个小乞丐不简单呐，江湖人称无影手，道术极高，不仅可以无声无息地从人的口袋里偷东西，还可以顺手放一把沙子。哼，那是你没有武功，你让他偷我试试。刘思清，小的失职，可是我腰牌明明放得很好啊，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吴应手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在我的身上调包了首饰盒？都是他，是他出2贯钱雇的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官人，官人。调包之后，金钗又回到了王仁的手里。
于是你半夜潜入崔尚书房间，释放迷香，并刺死了崔尚书。作为崔尚书的心腹，你这么做，应该不难吧？刘四卿，说到这里，就要说说作案动机了。10年前，在洛阳有一起灭门惨案，小商户张氏全家被杀，当时被判定为劫财，逮捕的凶手是统军府的吕帅黄淼。后来他逃狱了，当时的大理寺卿、刑部侍郎、御史中丞，正是如今的崔尚书、赵御史和李侍郎。近日，我们详细查阅、回溯了当时的灭门案，也走访了相关人士。我们的一致看法，那是一桩冤案。黄淼是被抓来顶罪的，这件事我正要一起上奏陛下。您的意思是，崔尚书他们共同包庇了凶手？现在我们可以得知，当年张家被灭门的原因，正是您手中的首饰盒。快拿走！刘四卿，这套咸安年间的首饰是他们的传家宝。小户人家有这种价值连城的东西，确实容易招祸。匪帮上门来抢夺古市，张家不肯交出，就被灭了门。而因为官匪勾结，判案的3位官员收了贿赂，就共同掩盖了真相，抓了个无辜者定罪。至于崔尚书的幕僚柳秀才，我相信他是在其中运作的关键人物，只是他们没想到张家有2个族人活了下来，还拼死护住了首饰盒。这2人从此改名换姓，来到长安生活，10年来一直在酝酿复仇。小乞丐，他还让你做了什么？他还故意让我偷钱，被你抓住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吴应手。故意让我看见那个玉佩，替冯玉做不在场的伪证，为了把嫌疑引到贾谊的身上，你还把崔尚书勒索贾谊的单据送到我手里。这招不错，双管齐下，完美嫁祸。贾谊骂我是个蠢货，骂得很有理，因为我居然是在逮捕贾谊的时候，见到了他高仿的首饰盒，摸到了赝品的触感，才想明白了整件事。这2次偷梁换柱的工作，只有崔府的人才有机会，而崔尚书勒索贾谊的事情，也只有你这样的心腹才可能知道吧。所以我就确定，凶手就是你了。那你凭什么说另一个人是我？王仁这么费心的嫁祸贾谊，对谁有好处？还有，崔尚书在大理寺办案期间被杀，而你正在狱中。凶手为了脱罪，殚精竭虑地制造了古氏杀人的假象。好不容易等到了替罪羊，怎么可能在结案前继续杀人？于是我盘查了你和王仁的户籍，以此为基点，剥茧抽丝，真相大白。你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还没死。正是，发现王统军的时候，他还有一口气。这个死因已经很明显了，利刃避开了心脏，凶手是诚心要折磨死者，让他一点点的血尽而亡。他们是从荆州来犯上的，本来今天就该到苏卫营报道了，可是现在王统军惨遭毒手，这叫我们如何跟上头交差呀？这是阴司的鬼符，你们发现王统军的时候，这东西就在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鬼符就已经插在胸口了。地府就在眼前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咽气了，眼睛也没合上，嘴也张着，感觉他这是死不瞑目啊。地府在这儿。按说你们多次行军，王统军对这带山路应该很熟悉，怎么能从人世一脚踏入阴间呢？一定是被人绑走的。昨天晚上你们睡那么死，什么都没有听见。
话快说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阴兵借道，昨晚就被我们碰上了。阴风阵阵，人喊马嘶，鬼哭狼嚎，脚下的地都在颤抖，可就是什么也看不见。听说是前朝将士在此过路时中了埋伏，全军覆没，将士们怨念不散，变成了阴魂。哎呀，双爷，我肚子突然好疼，你咋那么多事儿？我头也疼，哎呀，快扶我回去！没事吧？哎呀，你这突然的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副将，感觉有点问题啊。有啥问题？只是感觉而已。你能不能走快点？好饿，好难受啊！走。好疼啊！到底疼还是饿？要不要歇歇？再忍忍啊！不要。我吃完了，你们慢吃啊。我也吃完了。哎，你肚子疼不能尽灰心，我现在饿得头都疼了。那更不能吃这些了。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宝瓶谷的阴兵传说不是空穴来风，不管和王岩的死有没有关系，我们都得找一个雷电之夜，实地查探一下。啥时候啊？等没人装病的时候。哎，哎，我说，你真的头疼？没有。小心啊！最近城里的瘟疫开始扩散了，按这个速度，很快就要封城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少卿，我们所知道的全都跟您禀报了。阴兵借道之说由来已久，我们呢也只是听说，并无实证啊。对此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每逢雷雨天气，躲在家里不出门啊。那3天前，荆州府兵经过，可发现有何异常？没有。就不想知道王统军是怎么死的？鬼神之事，不敢瞎操心。好，那就带本官查清楚，破了这荒诞无稽的鬼神之说。我倒要看看哪路阴兵敢作祟。今天晚上借哪条道？我们走。今晚谁都不许睡。给你熬的药，保持距离。你要是喝了这个再不好，我得叫四娘把你给关起来。
这管用吗？当然了。你还医好过谁啊？后院的马。家叔，而且应该是长安本地人。死因与王统军一样，都是利刃穿胸，死于失血过多。带回去，查验身份。昨晚这是怎么了？阴兵没见着，倒又死了一个。你们大家昨晚睡得好吗？跟你们一样，整宿没睡。风景不错嘛。四娘，这就是宝瓶谷了。第二个死者就是在这对面悬崖上发现的。以你的江湖经验判断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跑那么高的地方去杀人，真不嫌累。走吧，到山顶看看。我如果杀人，绝不会选择这种地势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想死就给老娘多烧点儿！现在闹瘟疫，传染性很强的，一不留神，城就是死城了。墙角也多撒点啊，还有地上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生意刚有点起色，又没人来了。萨摩，又死哪儿去了？给我出来！四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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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后院吧，那2头猪啊，不行了，要不……不行，小白和花花是我亲手养大的，赶紧给我找双叶，必须给我治好了。萨摩多罗，人呢？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呀！哎，萨摩，过来歇会儿。哎呀，还是李少卿心疼人呐。第二个死者张大福是长安市郊的农民，家里还有几亩田，生活不错。还有，他7、8年前入伍打过仗。后面的你猜猜？原来跟过王统军吧？正是，后来负伤退伍了。我看过他的手，
是惯用兵器的，而且武艺还不赖，当兵也不是小卒子。老大，武后部送了一个人，可能和案子有关，暂时安置在樊舍的客房里。什么人？书生模样，现在昏迷着，说是差点死在宝瓶谷。哎，老大，慢点走，别磕着。书生模样。他们抓住你，然后呢？都对你做了些什么？审判呗。审判？你之前做过什么？还要劳烦阎王爷亲自审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从那路过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一向清白做人，他们凭什么找上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看着挺斯文的，练过呀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再好好回忆一下，审判的内容是什么？他们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当时吓傻了。啊！那些武场和判官就在我眼前晃着。什么判官？具体说。还能有谁？难道你们连地府的情形都不知道吗？太可怕！都是鬼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不问了。你说，你之前走过那条山路？走过。那你能不能把那天的路线画下来？我想不通，打死也想不通。明明是很熟悉的老路，怎么就鬼使神差，一脚踏进了阴曹地府？他就是被吓着了，没什么大碍，让他休息休息就好。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李少卿，秦某求见左卫大将军。这怎么看都是普通山路啊，来回就这一条路，怎么可能通到别地儿啊？说的也是啊，路就这么窄，就地演戏的话，也不可能。到前面看看。李少卿，多谢了。我跟秦隐自荆州一别，距现在已经有7、8年未见了。秦某也常来长安，只是一介布衣，不便叨扰将军。读书人就是臭讲究。怎么，现在捡回一条命，想起我来了？秦先生原来在黄将军帐下。当然了，当年我带着军队都是隶属荆州大本营的，诸位可不要小看了秦隐。多年前打东突厥的时候，他可是立过奇功的。哦，那秦先生后来是为什么隐退了呢？哦，秦某胸无大志。他的大志啊，就是他的书画文章。怎么样，秦隐？这次在我的府里多住上一些日子，抽时间咱们切磋切磋如何？黄将军，恐怕不方便。为何？秦隐是案子的关键证人，我们需要他随时配合调查，还望将军见谅。大人，全城搜了一遍，没找着人。偌大的长安城，你们2天就搜遍了？你们左侯卫就是这么办差的，啊？继续找。是。
见没见过这人？站住！没见过。走吧。李少卿，你们在贴什么呢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无可奉告。走。都让一让啊！让一让！让！近日，长安城内疫病蔓延，民众外出务必遮住口鼻，如有咳嗽、发烧等症状，应尽早报官，紧速隔离。之前不报警，必依法论处。这边。四娘，给我！老娘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差了，这个月月钱先停发啊，等疫病过去再做打算。王延庆和张大福3个人都在宝平谷误入阴司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很明确，都曾经在黄显忠帐下效力，参加过对东突厥的几次作战。7、8年前，东突厥和大唐常起冲突，但规模都不大。我前2天去兵部查档案，陆明好像还不太愿意配合。陆尚书这个人不好打交道，之前他可3番2次找我拉关系，这会儿怎么突然像换了个人？我说你怎么看谁都可以啊，李少卿，人活着不是为了破案子，你放松点儿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这个秦野好像有什么瞒着我们，不妨再审审。磨蹭什么？还不快招！别逼我们动大刑！招什么呀？我知道的早就说了呀。我劝你啊，能写的就赶紧把它写完。那哥们儿啊，就爱使用暴力，他就希望你啥都不说，好对你用刑哦。你别说了，求求你了，叫我逼会儿演吧。没问题啊，只要你肯把这份供状写完，我们准备了很舒服的床榻，你就可以美美的睡上一大觉。少来这套，老子好歹也曾在军中服役，有种你们就折磨死我吧。最近朝中不太平啊，兵部的陆尚书和左卫大将军针锋相对，明里暗里拉拢各派势力，朝中百官人人自危呀。他们也找您了？尚书找过我，一直想试探我对诸位朝臣的态度，问什么又不肯明说。我看他恐怕是掌握了什么证据，否则绝不敢贸然出手啊。他也找过李少卿。哦，少卿，陆尚书来访。请他进来。李少卿，陆某不请自来，冒昧了。陆尚书，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贵干？来了解王延案的进展呢。荆州府统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兵部理当过问呢。以王统军的军阶，你们应该素未谋面吧？陆尚书，您真是有心呐。陆尚书，大理寺的特别案件，在未审理之前，都需要保密。哦，属李某，无可奉告。哦。打扰了，那本官先告辞了。李少卿，请留步。
都看清楚了吧？有什么要说的？有些话现在不说，可能你这辈子都铭记不住。2天前，兵部陆尚书弹劾左卫大将军黄显忠，说他通敌叛国。而昨日，大理寺又奏请以诬陷、谋杀2罪捉拿陆尚书。你们2人乃是朕以为柱石之人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朕实在是颜面扫地。所以朕希望你们今天都说实话，在3司会审之前，让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臣有罪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尚书，你说黄将军通敌叛国，可有证据？这是一份已经画了押的供状，是黄显忠心腹手下孟云供出来的，上面详细的记录着6年以来，黄显忠与东突厥使者秘密接触，接受巨额的贿赂，出卖大唐军事机密的事实。臣知道空口无凭，臣已经把证人带来了，孟云现在就在殿外。宣他进来。传孟云觐见。草民孟云，拜见陛下。孟云，这供状是你亲笔所写，签字画押的吗？回陛下，是。你是黄将军什么人？我名义上是将军府的书吏，大概6年前开始替他处理机密事务，但据我所知，在那之前，将军就已经被策反了。因为从8年前开始，他就率领部下在边境与东突厥作战，实战时核，长期驻扎，和敌国细作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，逐渐被渗透。你要朕相信你说的话，可是要有实在的凭据啊。回陛下，有，这是从去年春天起，东突厥特使阿史那多莫送来的3封密信和2次交易的酬金礼单。朕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个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向陆尚书供出黄将军？陆明请罪。臣是在3个月以前抓捕策反的孟云的，严刑逼供，才拷问出了真相。一派胡言！陛下，好了，陆尚书，我们听听大理寺的人是怎么说的吧。各位，陆尚书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成立的话，一个基本的条件是，证人孟云真实可信。但如果我们面前的这个孟云，他根本就不是孟云呢？什么？黄将军，你应该不会忘记，孟云有一个长相相同的孪生兄弟孟昭吧？8年前，他随同您征战东突厥，可是军中的一员大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位到底是不是孟云？如果看脸认不出的话，还可以看手吗？孟云，他是一介书生，可这双是我刀枪的手，所以你是孟昭，是陆尚书找你来假扮孟云作伪证的。萨摩多罗，你是怎么知道2兄弟的事情？还有，何人为证？请陛下传证人秦隐。8年前，他曾是黄将军帐下的军师。传秦隐觐见。叩见陛下。秦隐，萨摩多罗的话可属实？回陛下，萨摩多罗所说句句属实。当时黄将军从军中挑出一支武艺高强的先锋队，孟昭就在队伍当中。他的确有一个孪生弟弟孟云留在长安，未曾投军。
陆尚书，陛下，臣。陛下，这秦隐不仅是指证孟昭的证人，我们还通过他查出了宝平谷连环凶杀案的原委。快说来！这几桩所谓鬼谷阴司的案子，都是孟昭在陆尚书的帮助之下完成的。至于陆尚书为什么要帮他，是因为二人达成了协议，让孟昭假扮成孟云做伪证，以叛国罪扳倒黄将军。至于孟昭，他为什么要制造宝平谷的惨案？因为他要复仇。复仇？为什么事情复仇啊？那是7年前的一件军中密事，我们不眠不休审问了秦隐3天2夜，他才把事情说出来。这便是秦隐的供状。当时大唐和东突厥打了1年，战事焦灼，边患不断，于是朝廷秘密授意黄将军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潜入敌国，暗杀竭力可汗。但行动失败后，先锋队被俘。随后大唐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，因为暗杀手段太过阴毒，一旦承认，便有损大唐国威。此举对于将来和邻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隐患。那些参与行动的将士们都……唯一一个活着逃出来的人，便是孟昭。所以孟昭的复仇心情情有可原。在宝平谷误入阴司的3个人，都是孟昭的复仇对象。王统领作为当年的指挥官，见风使舵抛下了部下，而秦隐是那次暗杀行动的谋士。至于张大福，当年也是先锋队的队员，后来假装负伤中途退出，最后还平安退伍。所以，孟昭设计地狱阴司的用意很明显，他就是要审判这3个人。而他最后一个复仇对象，就是黄将军，因为他是当年那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。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一切要从作案手法说起。受害者们都在熟悉的山路上莫名其妙走进地府，事后在原地却都找不出问题。这是因为凶手们紧挨着原路挖了一条等宽的岔道，再用同样的山石和植被做伪饰，引人走入岔路。借助烟雾，各种假扮的鬼神就忽然出现。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。受害者先被审判，后被杀死，然后丢在悬崖上，胸前呢，就放着阴司的鬼符。那凶手为什么要选择在宝平谷呢？还有，这阴兵借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谓阴兵呢，只不过是一种天气现象。这宝平谷就是一个口小肚大的平状山谷，从入口处吹进来的风就会被聚拢、扩大，就好像瓶子里吹气一样。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夜里，岩壁上被反复扩大的风声、雷声叠加产生震动，就出现了类似战场厮杀的嘈杂怪声，让人联想到阴兵借道。凶手借此模糊焦点，误导我们的调查方向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冤枉啊！他们血口喷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陆尚书，正要说到证据。我们重新走访了村民，重审理证。据他交代，2个月前，大概是在6月中旬，他们接连多日看见士兵从长安方向来到宝平谷，并且隐约听见开山动土的声音。随后被下了封口令，胆敢外传格杀勿论。根据宿卫营的记录，从6月15到6月底，陆尚书前后8次抽调过左后卫3个小队外出执行任务。照这个人数和时间，足以在宝平谷修出条假路。陆尚书，这算不算证据呢？我派遣士兵是为了搜查孟云，我抓捕了他，拷问了他，但是他跑了。为了抓他，你甚至不惜制造假疫情，想让长安封城，以便瓮中捉鳖。找一个孟云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就是因为抓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我就没有证人呐，没有证人，所以你就承认他是假孟云了？证据还有，陆尚书，你酝酿弹劾很久了吧？最近终于要出手了，所以你在朝臣中走动的尤其活跃，明里暗里的拉关系，无非是想让更多人站在你这边。但秦隐死里逃生是个意外，你们没有想到，而他又知道太多内情，很可能会认出孟昭。为了确认此事，陆尚书特地把孟昭打扮成随从，带他来到大理寺，以询问案件进展为由见到了秦隐，发现他确实认得孟昭。
之后孟昭就夜闯客栈，来到秦颖房间，想对他下手。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夏魔和秦颖就躲在院角，亲眼目睹了孟昭翻墙的全过程。没错，我就是孟昭，是我替袍泽兄弟们报了仇，是我审判了他们，他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。来人！只可惜，你还活着，黄将军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士兵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还喝了你的壮行酒。但天下人不能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死。你知道，朝廷知道，太上皇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？为什么？